各位好，我是大宇，欢迎来到227玩家，祝大家新年快乐。今天我们来聊一下索尼的 ZV-E1。先说结论，我认为索尼 ZV-E1是目前最具性价比的家用全画幅相机。说到这里呢，首先我们要定一下家用，你到底想要怎样的相机？那家用的我需要的相机，首先是要便携，并且便于使用，学习成本低，其次才是画质。那么画质呢，它是这个全画幅1200万像素的画质，在摄影摄像上其实都是有保障的。你可能对它1200万像素的这像素数会有所怀疑。这个确实是这个相机的一个制约，导致它没有办法打印大幅的照片。但是在90%以上的家用场景，我们是不会把照片打印的超过 A4 纸那么大的，所以1200万像素我认为是足够的。我认为家用相机的画质不是说在便携性达到一定程度的同时，极致的追求画质的更高更好。4K 60P 其实已经足够了，是不是422或者是不是要那么高的码率，其实我们没有那么强的追求。实实在在的好的地方就是在高感的画质，所以当你出去玩有一些夜景的时候，它可以很从容的来面对。当然这也引出另一个问题，当这个夜景的灯光有频闪的时候，它的没有机械快门的这个问题，就会导致可能你有的一些照片会出现这样的问题。ZV-E1它的重量已经比6700还要更轻，而且它的电量续航各方面也都是做的足够的，但是它的做工不是特别的好，也没有那么好的耐候的3防的性能，所以它是一个很塑料的这样的一个相机。为了使它的手感更好，更加的防震防摔，我可能会使用这样的一个兔笼来解决这样的问题。想要更好的手感，也可以像我这样贴一些比较摩擦力大的这种胶带在这个上面，也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说它性价比高？因为它原来刚出的时候是一个1500的这样的一个价位，现在它就已经有终端有大幅的这个优惠，在闲鱼上很多这种二手的，在这个13000的这样的一个价位，对比它刚出的时候就是便宜了好几千块钱。我这台是618的时候我入手的，那用到现在，我总结其实它有3个最大的问题。除了塑料机身和1200万像素之外，它会颠覆你一些使用传统相机的习惯。它前后就少了一组波轮，但是它可以通过触摸屏来调整。那么它就是面向那些家庭用户，因为触摸屏的这种直觉式操作，它不需要你学习，没有什么学习成本。特别是有一些从来没有操作过原来的那些专业相机、单反相机的这些小白妈妈，它就很适合使用这种触摸屏的相机来操作。当然，现在索尼所有的新机，包括这个 A7C2 也都是有这种触摸屏的菜单的，也有这个 AI 对焦。但是 A7C2 现在的这个价位是从这个发售的13999涨到了现在可能都要15000以上才能买到的。我觉得上浮的这1000多元实在是心有不甘，所以我是真的拒绝一切的加价买相机的行为。真的厂商定价多少钱，我们就应该多少钱买，又没有说等着这个东西开饭，是吧？所以没有必要去加价买。那么为什么索尼的这个相机会有这种加价的现象呢？我觉得还是因为一卡口的这个镜头群非常的丰富，使这些一卡口的全画幅相机有了更高的这个溢价，我认为是没有什么必要的。ZV-E1甚至比这个 APS-C 的6700还轻便，而且它又有全画幅，而且它在整个所有的这个索尼相机里，它是有一个独门绝技，动态增强防抖。这个是只有在 ZV-E1上才有的功能。开启了动态增强防抖功能之后，不管你是用的中长焦也好，甚至一些200毫米以上的焦距，你在这个站立不动手持的情况下，是可以拍摄一些相对比较稳定的视频的。这样的话，在你家庭出游的时候，你就可以少用一个三脚架，也能拍到一些远处的景色。随着现在这社交媒体从照片更多的偏向于视频，所以像拍视频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全画幅相机非常的喜欢。现在网上也传言说 ZV-E10的2可能会配上这个6700的那块 APS-C 的处理器，那么那个相机我也很期待，一个可以拍摄4K 60P 的索尼的 APS-C 的
轻便的视频为主的相机。那么既然你点进来看呢，你肯定是想更多的了解这个相机。我在这里真的一顿好像是在推销这个相机一样。首先我要澄清一下，这个相机我并不想要卖，我也不是想要推销，也不是想要证明我这个购买的决策有多么的英明。其实我不怎么英明，因为如果我现在买了，可能还能省个3000块钱。相机嘛，我要成色好，我也不太介意用二手的。我这里就推荐一些这个镜头搭配的方案。那么首先呢，如果你是专业的人士，当然你也不会看我的这个方案了，你就配你的镜头就好。如果你是摄影小白，你可以看一下以下我推荐的几个镜头搭配的方案。首先呢，就是你可以配一支这种大变焦镜头，就看我这支这个腾龙的28-200，你就可以真的一镜走天下，从28到这个200。就全都具备了。那么如果28到200你觉得28还不够广的，那么其实我可以推荐另一支神奇镜头，就是这个索尼的这个1018。那现在闲鱼可能1-2千块钱，我也不知道具体的价格，可能是在2000块钱左右。我认为这性价比很高的镜头，因为它在这个14端左右是可以覆盖全画幅的。但是你如果用它来拍视频，用这个增强防抖的模式，那么这个1018就是全程可用，就是当你运动的猛的时候会有一些黑边，但如果你固定在那里拍摄，那么它可以提供一个最广14毫米这样的一个全画幅的这样的视角。这个因为没有新的，所以也非常的便宜。那如果你不在乎广角，当然就无所谓了，就用手机的广角拍一拍就好。所以我推荐呢是你可以用手机的广角镜头配合这个相机配一个大变焦镜头，这就是一个实用的这个方案。那么如果你觉得这个变焦镜头不是你的风格，你想要搞一些创作或者学摄影，我其实首推的是这支50-1.4，不管你什么50-1.8也好，50-1.4也好，包括这个55-1.8也好，你是可以真的就单配这样一支定焦镜头使用这个当然是可能半拍照半视频的状态都是够用的。如果你拍人比较多比如你拍女朋友比较多，那我就推荐这个索尼的这支85-1.8，它装在这个相机上，无论是视频还是拍照，它的这个通透感都非常非常的好。但是我首推的还是50-1.4，那么35就不推荐了。35其实你可以试试 iPhone 上的这个1.5倍的这个镜头，它也就是一个35毫米的这样的焦距。新的 iPhone 在你调整的时候是可以看到283-550这样的焦距的系数的。兔龙我就推荐这个斯莫格的这款专门为 ZV-E1 制作的筒，手感是非常非常的棒，而且它的整个的这个保险系数和做工都非常非常的好。当然我也用过其他的2款，这里就不做推荐了。因为如果你觉得这个相机的手感不好，或者几乎是这个相机必备的，如果你视频拍的比较多，可能就会用到这个相机的麦克风。其实原厂的麦克风是有一定的指向性的，但是它的这个效果是非常非常的一般了，就完全对不起它看起来这样的一个毛茸茸可爱的这样的状态。所以建议还是配一个索尼的数字音频的麦克风，ECM-B10是现在录这频就是用的这个麦克风。那么如果你还需要配比较轻便的这个三脚架 ，PGY-TECH 出的螳螂的这个三脚架，出行的时候带着比较方便了。那么贴膜，我这个相机大家可以看到是贴了这样一个灰色的膜，我建议还是尽量别贴。如果你买了兔龙，其实你就更没有必要贴，因为它本身散热就不好，这个更影响散热。随着这个马上这个过完元旦，马上过春节，我相信大家回家的时候是会想保留更多跟家人美好的记忆。就拿我自己来说吧，我疫情之前，我的外公外婆姥姥姥爷都是在世的，我其实也只是给他拍了一些手机拍的比较模糊的不是很清晰的那些照片。我其实十分后悔，我当时应该用相机拍几张清晰的照片，但是这样的机会错过就没有。所以我推荐大家可以考虑一下这款相机，是因为实在是它的视频的功能的强大，可以让你在不管是阴暗还是明亮各样的条件下吧，可以拍家人拍得更清楚，算是留下一些更美好的回忆，看起来更清晰的回忆。
但是如果想让那个回忆栩栩如生，我发现现在有一个更好的方法，就是苹果最新推出的这个空间视频的功能。如果说视频是比照片能记录更多回忆的话，那么空间视频就是可以体验更多的回忆，就仿佛那个人能活过来一样。其实我们看重的不是文件的格式，也不是它是不是专业，也不是构图的美妙与否，而是那份回忆。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来说 ZV-11是一个完全符合家用要求的这样的一个相机，因为我们家用就是为了记录美好的回忆。下一期我会聊一下苹果的空间视频，如果你感兴趣的话请你点赞关注227玩家，我是大宇，再见。